係嗰網友嗱，琴日咧我喺 Clubhouse 同網友傾緊偈，咁咧就係鮑維爾開始講嘢嚇，咁啲網友咧就好緊張，其實我一啲都唔緊張，我已經 expect 咗鮑維爾係咁，但係佢嘅反應咧係我係唔滿意嘅，我今日會解釋俾大家聽點解我認為鮑維爾係錯嘅，呢個係錯。好啦，所以咧聽晚咧直播我又會講呢個題目，加快慢快答㗎，永遠都前後有半個鐘頭做快慢快答。如果大家有問題咧，可以問我嘅，呢個就係鮑維爾琴日講嘅嘢係佢首先佢以前一路咧就講佢對關稅嘅影響咧就係唔明確嘅，佢唔知道，就要等清楚啲，要等一等。咁咧就係第二咧，就係佢認為咧個經濟依然係穩健嘅，個通脹雖然咧就係嗰個通脹減緩咧係慢咗，但係 on the right track 嘅。咁於是咧就大家咧就覺得咁你今年會唔會再減息啊？咁咧就好多人相信喎，竟然喎，尤其有啲 trader 添係相信咧呢個因為嗰個關稅咧可能引起呢個經濟衰退，個購買力衰退，所以聯儲局今年咧會減3次息嘅，或者5次息嘅咁樣。咁呢個咧我覺得非常之奇怪嘅。好啦，嗱呢次咧鮑維爾講嘢咧，其實轉緊態嚇，佢開始講用新嘅嘢出嚟，關稅嘅通脹效應。或者更加持久，對雙重使命嘅目標構成挑戰，但係佢決定 wait and see， 佢認為佢唔肯定，即係 Donald Trump 嗰派講法咧，就係關稅咧係 one off 嘅，係啊，你咪年年加關稅噶嘛，咁所以咧加完咧就冇嘅，佢唔會造成持續嘅通脹壓力，但係持續嘅通脹係乜嘢嘢嚟嘅咧？永遠係因為建立咗一個通脹預期。我曾經喺3個月前咧，我已經講咗呢幾個 criteria 出嚟。而家咧就好多人都識得講呢個 criteria。通脹係咪會變成持續性嘅通脹咧 ？That depends on A， 佢係唔係嗰個關稅係咪會變成持續性通脹咧？係 A， 會唔會對供應鏈造成 disruption？而個供應鏈咧唔係咁快可以修復得到嘅，於是造成咗 shortage。第二就有冇建立到通脹預期心理？呢個就係因為一見到通脹預期心理咧，嗰啲人就會要求更高嘅人工，就更貴嘅租，更高嘅利率，咁樣本身就會造成通脹，造成咗個 vicious cycle。好啦，鮑維爾講咗之後咧，喺呢度。個股市直插啊！個股市係直插嘅，喺呢度。琴晚1點幾鐘插到落嚟呢度，後來反彈翻少少收，咁就係咁。呢個納斯達克亦都一樣，全國江山一片紅啊！嗱 ，NVIDIA 咧就特別慘嘅。點解 NVIDIA 特別慘咧？就因為唔準 H20去啊！哇！呢個大鑊啦，唔準 H20去咧。係爭咗100幾億一季嘅，100幾億一季咧係賺少咗80-90億嘅，咁所以咧好嚴重，仲要跌翻轉頭 write off 添。嗱，我哋睇見咧就係 Microsoft、蘋果呢啲咧全部大鑊嘅，巴郡都跌啊，呢個最抗跌嘅嘢嚟嘅，呢個就係嚇。咁我哋睇見咧呢一個係呢啲咁樣嘅 Microsoft 啊、巴郡、亞馬遜啊、Google 啊呢啲跌咧，就係有一部分原因，就因為美國同歐洲啊，如果傾唔掂咧，歐洲就唔係收美國嘅有形貿易稅，係收呢啲公司嘅稅，係打殘呢一個係 Magnificent Seven 嘅嚇，呢個 Facebook 都係呢個。鮑維爾表示，關稅大幅度高於預期。嗱，本來一個合理嘅預測咧就咁嘅，
即係競選嗰陣時咧 ，Donald Trump 咧就講對中國加60%，對全世界加10至20，我都 expect 咁，結果出嚟遠遠高過咁樣，可能導致通脹暫時上升，但係通脹咧有可能更加持久喎，估計喺今年剩餘時間，失業同通脹都可能偏離聯儲局嘅目標方向。聯儲局從來只得一個 mandate， 本來就係要 keep 個通脹喺2%，變咗一個可持續嘅增長。後來加咗個 mandate， 你係要注意個失業率嘅，係盡量製造全面就業嘅。如果呢兩樣嘢同時嚟嗰時點呢？咁樣就係睇下邊樣嘢嘅局勢嚴峻啲啦。但如果兩個都好嚴峻呢，冇得傾嘅。聯儲局第一個任務就係控制通脹。點解啊？因為如果你意圖去醫呢一個失業呢，咁呢個通脹會更加犀利。於是你個病嘅時間咧會更加長，對個經濟咧帶嚟更大嘅傷害。反而你一醫咗呢個通脹之後咧，個經濟插落去咧，經濟係會插一插落去。但係咧你跟住謹慎嘅話咧，冇咗通脹咧，嗰個經濟就可以持續地增長。呢個歷史證明啊，呢個先醫通脹係令到嗰個衰退期咧係最短嘅，如果唔係咧就會變成持續地衰退嘅。好啦，承認經濟疲軟同通脹上升，最終等聯儲局兩個目標產生衝突，喺雙重使命目標之間緊張挑戰，呢個就叫做哲學上叫大 dilemma，兩難式，左有難右有難，點做好咧？呢個咁樣。好啦，如果發生呢種情況，嗱佢解釋咗，佢嘅講得好清楚，佢個立場係會考慮經濟狀況同各個目標之間嘅距離。經濟狀況同個目標之間嘅距離，即係話，如果通脹個目標係2啊，咁個通脹去到3點幾4咁啊點咧？咁啊爭跌個幾%喎。失業率係4啊，咁失業率係高過通脹1倍喎，即係通脹如果多1%咧，失業率咧就係要多2%，即係相應嘅。邊個距離目標更加遠，需要咧佢就會作為喺兩者之間嘅平衡。結果啲差距啊，預計有潛在唔同嘅時間同埋緯度，呢個就係即係咧。你去揸個鬆緊嗰時咧，要計埋佢幾時先至生效啊！譬如你揸通脹，一揸通脹一刻，咁幾時先至會導致嗰個通脹預期減低？咁嗰個時候會唔會出現失業呢？主要取決於關稅影響嘅規模，同埋嗰個關稅幾時完全到價格所需要嘅時間，加關稅去到幾時先至喺個價錢度反映晒出嚟，以及最終能唔能夠穩定長期通脹預期而定。到最後最重要嘅就係通脹 expectation。一有咗通脹 expectation 咧，就非常難搞嘅事啦。好啦。佢強調啊，聯儲局第一個目標就係要 make sure 關稅驅動物價上升演變為更要防止個關稅帶動物價上升，變咗持久嘅通脹。關稅唔係佢話事，有咗關稅，佢係要 make sure 個關稅帶嚟嘅通脹 one off。唔可以成為持續嘅通脹，一成為持續嘅通脹咧，呢個就大鑊啦。促進充分就業同維持價格穩定呢兩個目標保持平衡。佢第一次講咁嘅嘢啊，其實咧我講俾你聽，佢係講緊心理預期嘅，佢係製造緊心理預期。佢係
慢慢佢會引導你相信呢，如果通脹係升得急呢，佢就會先加息嘅。你係要有加息嘅心理預期嘅。其實佢係做緊一樣咁嘅事。好啦，轉向雙重任命嘅另一方面，嗱佢講翻 history 啊，通脹喺2022疫情高峰開始急劇下降，而係冇經過高失業率嘅痛苦，呢個即係叫軟着陸。呢個係佢一生引以為傲嘅事，佢一生最羞恥嘅事就係嗰個2022嘅通脹係持續咗好耐。佢一生最驕傲嘅事係自從1917年、1967年以來未曾試過嘅軟着陸喺佢手上達到咗。通脹向2%啊！今年2月 PCE 佢最注重嘅 PCE 較舊年同期漲咗2.5%，剔除食物同能源係2.8%，距離2仲有一點距離，而且係放慢咗，但係佢係落緊嘅。展望未來，更高嘅關稅影響我哋嘅經濟，係會推動通脹上升嘅，通膨上升。嗰個或者我哋更加準確地講，佢係通脹一個關稅係會推動個價格上升，而價格係推動 CPI 嘅上升，而 CPI 係計算通膨嘅一個指標。短期內通膨係上升㗎啦，但係從大多數衡量標準嚟講，長期通膨預測依然係穩定，保持穩定。即係啲人咧覺得個通脹咧就會落翻嚟，但係唔係㗎。如果講1年度咧，嗰啲人民嗰個對個通脹嘅預期咧係去到5%，並且同我哋2% 目標一致。佢哋希望將個通膨咧控制喺2%，但係對未來經濟前景啊更有明確認識之前咧，政策立場唔會輕易調整。即係唔會減息。而家下結論話貨幣政策適當途徑為時尚早，但係暫時唔會減息。但係將來佢會唔會加息呢？而家唔能夠決定。嗱，呢個講法係同佢以前嘅講法咧完全唔同啊！以前咧佢覺得咧佢都係學 Donald Trump 咁，認為通脹唔會呢個關稅未必會引起通脹，而家佢好明顯對於關稅引起通脹咧係擔心咗好多。Cherry Lane Investment 嘅合夥人話，鮑維爾對關稅對通脹嘅同增長嘅影響係跟翻主流經濟學家同政府嘅講法相反。佢指出 Donald Trump 政府認為關稅引起嘅通脹係暫時嘅，反而會令到經濟成長。呢個唔係大多數經濟學家嘅睇法，呢個亦都唔係我嘅睇法，我當然否定呢種睇法。而鮑維爾咧傾向主流經濟學嘅睇法喎，呢個就係好啦。呢個 Thomas Hayes 話鮑維爾話通脹可能唔係預期嘅，市場唔中意呢種講法唔中意呢種講法，因為佢過去對通脹嘅預測咧一直都唔準嘅。鮑維爾佢認為鮑維爾未能夠認識到貿易戰升級可能導致嘅通縮喎，佢講通縮喎，呢個人呢種嘅通縮講法係點呢？係因為貿易戰升級，人哋對美國嘅前途失去信心，資金從美國流走，因此造成通縮，而通縮當然係衰退，所以佢認為佢係 underestimate 咗呢個通縮同埋衰退。好啦，呢個 Jim Carroll 話人們預期咧，鮑維爾琴日咧有一個網友已經話，佢話鮑維爾咧係鴿派嚟嘅，但係佢表現出偏向鷹派。佢指出鮑維爾否認咗聯儲局保護傘嘅存在，
大家都認為有個叫 Fed put，Fed put 即係咩呢？只要經濟一衰退，呢個聯儲局就會大幅度減息。而家鮑維爾話俾你聽唔係，如果係有高通脹嘅話呢，佢係不可能減息。好啦，呢個首席策劃師話，鮑維爾確認咗投資人一直擔心嘅，即係經濟放緩，同時通脹增加嘅可能性，即係滯脹嘅可能性 stagflation。而家市場冇辦法預測鮑維爾幾時會干預，幾時會減息，估唔到，所以個市場咧插落去。嗱，我哋睇睇幾樣嘢嚇，幾個 index 話俾你聽乜嘢嘢咧？而家咧我肯定話俾你聽，嗰啲 index 話俾你聽，因為呢個加關稅同呢個 Donald Trump 得罪晒所有嘅盟友，佢嘅保護主義係導致好多人對美國嘅信心減弱，啲資產由美國流走，呢個可以造成呢個美國嘅通縮喎。其中一樣嘢，大家睇下就係美元指標，美元指標由110一路跌到99.5，跌咗10.5，呢個咧係10% 嘅跌幅。淨係呢個10% 嘅跌幅咧，原理上啊就已經造成咗1% 嘅通脹啊，因為咧呢個入口咧係佔咗呢個10%，呢一個咧個消費嚟講咧，呢個美元跌咧就增加1% 個通脹係。好啦，嗱呢個顯然係資金由美國流走嘅證據。第二，個市場嘅恐慌係走去買黃金，犀利啦！剛啱穿破3000啫，回翻落嚟就破3300黃金。第三，美元個債息啊，由呢度跌落嚟呢一度，然後近期咧就反彈翻少少喺中間位。你唔好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嘅現象，其實呢個好容易係個技術反彈嚟嘅。美元債息啊，即係美國國債個腰啊，就係呢一個反彈啊，呢個係好緊要。呢個美國國債嘅息腰咧係反彈，反彈即係咧啲人對美國冇信心，資金流走，呢個就係係佢近期係飆翻上嚟，落翻少少啊。好啦。我解釋一聽，我俾大家聽下。大多數人咧，我見到咧好多 market player 咧，都係喺呢段時期開始做股票，至都喺呢度開始。好多係2000幾年，佢得10幾年就睇到呢條線，睇到呢條線咧，幾乎係任何一點咧買美國股票都贏嘅。好啦，佢冇睇到咧呢個階段。19呢個階段，呢度至呢度，呢10年咧，任何時間10年嚟嘅喎，買美國股票都係輸嘅。你揸咗10年個股票咧，係輸咗65% 嘅。點解啊？就因為通脹，因為滯脹。好啦，嗱，我哋將嗰個關稅對通脹嗰個影響，我講俾大家聽。我講咗俾大家聽，點解我認為鮑維爾係錯嘅？即係咧有一個兇徒殺人唔眨眼嘅，攞住支槍指住某個人，喊打喊殺。你係咪等佢開槍你先至信佢會殺人啊？還是你應該喺佢開槍之前咧，你如果手上有支槍咧，應該開槍打死佢？呢個就係我要講嘅嘢。而家個通脹咧。你係不能夠個通脹啊，係一樣嚟緊好肯定嘅嘢。嗱，我再將整個 impact 溝橋，我用幾個 factor 嚟到駁呢個鮑維爾。佢係犯咗2022年同一嘅錯誤，當時個供應鏈短缺，人哋叫佢加息，佢唔敢加息，因為佢話供應鏈嘅問題啫。結果咧就造成咗年幾2年嘅高通脹。而結果要將個利息咧就加到好高，呢個就係
佢今日係犯同一嘅錯誤嚇。我哋首先睇下呢個通脹，問呢個關稅係一樣乜嘢嘅一回事？嗱，而家加嘅已經加咗幾多關稅呢？中國145%或者245%，連我都搞到糊塗咗。有兩種講法喺街度。墨西哥加咗25%，加拿大加咗25%，呢啲係加咗嘅。3月12號開始對鋼鋁徵求25%， 4月3號對所有進口汽車同零件徵收25%。嗱，呢啲已經係發生咗嘅。最早 effective 嘅嘢係幾時呢？最早 effective 嘅嘢就係喺呢個時候，2月4號。2月4號開始加中國 10%。我哋睇後邊呢個字入邊，我計呢個渦輪俾大家聽先。中國關稅加到呢度呢，係等於冇關稅，因為呢你已經係冇咗呢啲中國產品，冇咗唔存在啦，係縮咗呢5000幾億美金，冇可能有啦。墨西哥同加拿大嘅關稅呢，呢兩個加埋9000億。25% 咧係2250億。嗱，我淨係計個渦輪。鋼鋁嘅關稅咧係300億到，2000加埋2600億。進口汽車同零件咧係2700幾億嘅1/4 600幾億，加埋3000幾億。到現在去到呢度加咗3000幾億，然後全世界另外徵多 10%。乜嘢叫全世界呢？美國入口32000億嘢，除咗加拿大、墨西哥同中國，就係全世界加多1000幾億，即係而家已經加嘅關稅係4000億。嗱，大家記住呢條數。第一，已加嘅關稅係4000億。嗱，個 timing 係點呢？呢個呢，我要講個 timing 好緊要。第一次加關稅係2月4號。佢咁嘅，佢加關稅呢係計個貨 ship 出港口嘅時間，所以你1個月後咁上下，到咗3月1號就有第一個 10% 有效，然後呢，你係要去到4月幾就第二個 20%， 第二個 10%， 去到4月幾呢個呢係未曾能夠反映喺通脹上面嘅，而家反映通脹只係呢 10% 啫。所以你見唔到通脹呢，係唔驚奇嘅，唔驚奇嘅，因為之前啲人已經集咗啲貨，頭1個月呢，你唔會見嘅，直至集嗰啲貨用完你先會見。於是整個加通脹嘅週期呢，我應該咁講，由呢個3月4號開始，一路佢仲加緊咩關稅呢？仲考慮緊加半導體關稅，短期內加呢個藥物關稅，呢兩樣嘢唔知幾時加。呢個對等關稅剩翻嗰啲幾時加呢？佢係 suspend 咗呢一個係90日，即係去到7月10號，生效時期呢係8月10號。嗱，3月4號加第一次。去到8月5個月先至加埋對等關稅。如果順利嘅話，如果傾得唔順利呢，仲可能去到9月。即係呢個加關稅嘅週期呢係半年，已經半年。半導體同埋藥物呢，係咪遲幾個禮拜先至決定啊？咁樣呢，就去到9月，足半年。嗰個陸續加關稅係加半年，呢個第一點。呢半年呢個物價不停上升，所以關稅唔係 one off 嘅，因為佢唔同時期實施，所以佢係有一個持續半年嘅過程。呢持續半年嘅過程呢，係足夠造成關稅對通脹預期心理，因為啲人呢，尤其是打草驚蛇，係經過2022年嗰次嘅通脹呢。而家咁樣一加啲物價呢，佢哋個通脹預期心理呢就非常之嚴重啦。
This is point number one。嗰個 time span 咧係 last 半年嘅，呢個係。第二嗱呢一個關稅加幅之龐大 ，effective 關稅咧而家估計係24%，24% 我哋當佢25%啦，係8000億美金。8000億美金咧，佢估計收關稅咧係8000億美金。呢個8000億美金分開半年收，係美國嘅 GDP 嘅3%。咁有一啲供應家食咗啲嘅3%，但係亦都有 spillover effect， 因為咧你加關稅，美國國內嘅嘢咧都加關稅，兩樣嘢加埋咧，我諗點都3.5%。呢3.5% 陸續喺半年內實現，而家係2.5%，半年後實現到年底嗰時咧，佢係6%。6% 脫離2%實在太遠，6%個通脹咧就好可能失控，同埋咧因為有半年嘅陸續加關稅同埋咁巨大嘅數量咧，就係咧嗰個通脹預期心理咧就好嚴重。好啦，第三，我哋睇翻下呢一個表呢段時期。點解會滯脹呢？呢個就係叫你衰退個需求就減弱啦，你就唔會有通脹啦。唔係，有樣嘢出現咗叫短缺，唔係一次過喎，佢係有短缺缺少所以一短缺嗰陣時咧，佢就持續地上升，而有一段時期補給唔到。呢個時候咧係石油，石油咧分開兩個 period， 一個 period 咧係開頭，呢個咧就係第二次中東戰爭，呢後來咧就係兩伊戰爭，嗰個石油嘅供應根本不足，咁所以咧個通脹咧就持續嘅。好啦，我問你，而家美國對中國施加唔知145定245嘅關稅啊？中國嗰5000億出口去美國嘅冇咗，如果美國做得好嘅話咧，就連中國經越南呢個馬來西亞、泰國柬埔寨墨西哥去美國條路都冇咗，加埋係有8000億嘅嘢唔見咗。呢個8000億係比石油個數額大好多倍，而呢個短缺係補唔到嘅。中國嘅產能，全世界一年內冇可能補得足，即係衣服鞋襪咧就可能補到越南，但有啲嘢咧係中國做嘅啫，呢個咧非常難補嘅。舉個例，呢一個係小五金，呢個家用電器，呢啲嘢咧係人哋補給唔到嘅，甚至係聖誕飾物。中國係佔咗90%嘅。好啦，當補給唔到呢個短缺咧，就會持續地令嗰個通脹上升。呢個係第三點。第四點仲有，中國出口好多係中間產品，而佢佔好高嘅比例，短期內1年內冇辦法補足，於是個中間產品嘅短缺，造成終端產品嘅短缺，尤其是好長嘅供應鏈嗰啲，只要一件嘢冇啫，因為混亂而冇啫，成條生產線 hold 住咗喺度。呢個中間產品嘅短缺，就係造成2022通脹咁犀利。我哋睇下中國掌握幾多中間產品，我睇下中國掌握幾多。電子積體電路板出口1300幾億，佔市場19.8%。鋼鋁鋼鐵產品佔市場份額全球23%，塑膠原料佔14%，出口比重8，佔中國產品出口6.8，呢個好多錢㗎，1000幾億㗎。汽車零件佔世界12%，500幾億。
哦，鋰電池大鑊啦！我淨係鋰電池係冇辦法 overcome。如果冇中國嘅產品啊，呢個3-4年內世界都冇辦法供應到咁多鋰電池。咁於是好多要電池嘅行業就瓜得啦。呢個就包括咗電動車，呢個係同埋呢個 Tesla 嘅能源生意，即係 Megapack 同 Powerwall 咧都瓜得。有機化工原料，呢個唔係好嚴重。平面顯示機組，呢個大鑊啦！嗰啲面板做電視機啊，呢啲係長期嘅短缺。紡織、紗線同埋布料佔咗世界44%，唔係孟加拉、斯里蘭卡做嘅嗰啲衫，嗰啲布料絕大部分來自中國。呢個係機械設備零組件12%，光學醫療用品20%。中國我話俾你聽，淨係一樣嘢你已經冇辦法補到，就係抗生素同維他命 C。呢啲咧係必要嘅嘢，維他命 C 仲可以食少啲，抗生素不能食少啲。佢係生產嘅原材料俾你生產啲藥嘅，呢個就係無數嘅嘢，有幾十樣嘢，中國係佔美國嘅70%以上。呢個係將會1-2年都唔夠貨，個產業鏈冇辦法轉移得切，因此呢個經常物質嘅短缺就會造成經常性嘅通脹。呢個就係我嘅結論。鮑維爾坐喺呢個位度，佢真係有愧於佢嘅 predecessor。當日 Paul Volcker 有得嗰個利息加到20幾個%，一定要斬低個通脹。Greenspan 在任佢只要覺得有通脹，佢就瘋狂加息，連加5-6次。佢覺得有衰退就瘋狂減息，全部係 preemptive 嘅。而家美國嘅通脹同埋短缺係近在眉睫，你依然 wait and see，結果就引進 stagflation， 呢個就係好嘛？好啦，嗱，我哋嘅粽好多人訂今年台南粽特別香，有花生，有眉豆，佢就係有呢個有五花腩肉咧，係用老咗嘅傳統台南傳統粽4隻，至尊惠州粽，惠州粽咧就有剝一豆嘅花生㗎，咁啊特別香嘅呢個特大嘅鹹蛋黃4隻，亦都有每樣2隻嘅198蚊啫。咁啊仲有大家要睇下阿 Kenny 點樣介紹呢一個洗頭磚嚇。都市人咧就特別多頭髮同埋頭皮嘅問題嘅，嗰個嚴重程度咧就係每6個人裏邊咧有一個咧係直情係覺得困擾嘅，影響佢日常生活嘅。咁頭髮嘅問題就當然有甩頭髮啦，或者頭髮唔健康啦。咁頭皮嘅問題咧，有啲人就會覺得太油啦，或者太乾啦，乾到會有頭皮啦，甚至乎生頭瘡，或者係你知道自己成個頭皮其實長期喺度發緊炎咁樣嘅。咁呢啲嘅情況咧，去到專業嘅育髮專家啊、護髮專家啊，或者去一啲專業嘅 salon 啊、hair spa 嗰度咧，咁佢哋咧就會用呢一個洗頭磚咧去幫呢一啲有頭皮問題嘅客人嘅。咁呢個洗頭磚咧，佢係一個香港品牌，同埋香港同呢個瑞士共同研究嘅一個科技下嘅產品嚟嘅喎。咁佢就特別對付啲敏感嘅頭皮啦，或者係有頭先我講嗰啲困擾嘅頭皮。咁其實我哋個頭皮咧係需要好健康，我哋啲頭髮先健康，甚至乎我哋嘅頭皮要好健康咧，我哋個面嘅皮膚先至會健康嘅。原因咧就係頭皮同埋塊面根本就係一塊皮嚟嘅，佢哋係相連嘅，只不過去到呢啲位咧有啲頭髮生出嚟咁樣。咁所以咧，我哋既然咁着重個護膚咧，其實我哋覺得個頭皮唔舒服啊，太乾或者太油咧，其實都要用翻一啲好專業同埋護膚品級嘅清潔去處理佢咯。嗱，呢一個洗頭磚咧 Nuovida 咧係一個香港品牌，咁佢咧就係有專利嘅喎，佢係有一個2合1嘅呢一個固體洗頭磚嘅專利嚟嘅。
咁二合一嘅意思咧就係有洗頭髮嘅作用啦，同埋佢都有好多修護嘅成分咧，去幫我哋整翻好啲頭髮。咁所以如果你有敏感嘅頭皮啦，或者係成日都有好多頭先我講嘅種種嘅問題嘅關心咧，佢咧都係能夠幫我哋改善頭皮嗰個生態，嗰個水油平衡，令到我哋嘅頭皮健康翻咁樣。咁佢99% 以上咧都係天然成分嚟嘅，因此係非常之環保啦。3歲到100歲都可以用啦。同埋有時如果你真係覺得佢好好咧，你可以係用埋佢嚟洗面啦、洗沖涼啦都得嘅喎，因為佢有好好嘅消炎作用。咁喺佢眾多嘅成分裏面咧，其中有幾樣嘢就好出名咧，係對頭皮同埋頭髮都係非常之好嘅。例如呢一個厚朴樹嘅提取物啦，有機豆芽嘅提取物啦，同埋一個大豆蛋白嘅提取物。咁呢啲咧都係對我哋嘅皮膚、對我哋嘅頭皮同埋對個頭髮都非常好。咁我都有用佢嘅，用佢咧就我咁長頭髮咧都唔使用護髮素嘅，都係仍然係即係覺得係好足夠嘅滋潤同埋保護嘅。所以男士、女士啊、小朋友啊、老人家啊，大家都可以即係用呢一個洗頭磚。咁佢仲有一個更加永續嘅意義咧，就係用呢個洗頭磚好環保啊！即係你唔使用一個樽去裝住佢啦，唔使我哋用完一個洗頭水、一個洗頭一樽護髮素嘅時候，個地球仲要處理一個樽咁樣啦。咁呢個就係非常之好用嘅一個洗頭磚。以前咧就係專業先買到嘅，而家咧我哋零售都買到啦。用法咧就係呢個洗頭磚，平時你可以擺個鹼袋裏面，咁咧喺有水你用嘅時候啦，就濕咗個頭啦，同埋有水嘅時候咧就去用呢個洗頭磚咧攞啲泡出嚟，咁然之後咧就用嗰啲泡嚟洗頭護髮。咁你可以用多1-2次咁樣，咁跟住咧沖乾淨就得噶啦。